大家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低碳流沙包，做法非常简单。喜欢吃流沙包的小伙伴，记得把影片看完学起来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做无糖流沙馅料，把4颗熟的咸蛋黄过筛碾碎。这样流沙馅才更细腻。其实这是我前几天失败蛋黄酥的蛋黄，生咸蛋黄喷几下白酒去腥，150度烤至表面微微出油就好。过筛了的咸蛋黄有50克，接着加入20克黄油和30克代糖，搅拌均匀。其实可以把黄油融化再加进去，比较容易操作。接着隔水加热，这步是看看流沙馅料做出来后的流动程度。加热后就可以慢慢加入淡奶油，调成自己喜欢的状态。还喜欢流沙馅料浓稠一点，所以到这个程度就好了。放凉冷冻一下下，硬一点就可以垫着保鲜膜把它平分成5份。这次也一样会用铁盘帮助快速冷却哦。如果你们的馅料比较稀，就要冻比较久的时间，然后用保鲜膜盖起来，再送进冰箱冻硬。达到一定的硬度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，一个个搓圆，像这样，再盖起来继续冷冻备用。接着我们来做生酮包子皮。在大盆子里称25克燕麦纤维、70克杏仁粉、15克代糖和10克洋车前子，搅拌均匀。在加水前做一下小实验，在2个碗中倒入同等量的洋车前子，分别倒入同等量的热水和冷水，搅拌。明显看到左边的粘稠度更高，所以我们也得用热水才能让洋车前子更好的发挥它的作用。先倒入一半的热水搅拌，然后再看面团的状态慢慢加入热水。大概搅拌后就可以用手让所有的材料充分混匀，直到这个状态，就可以先盖起来让面团冷却。面团冷却到室温的时候，就可以在碗里倒入1茶匙的泡打粉和1茶匙的水。这时候一定不可以用热水哦，不然泡打粉在烤的时候就不可以再发泡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们不直接把泡打粉和干料混合的原因哦。搅拌均匀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冷却了的面团放进来，揉匀，把水都吸收掉，尽量揉久一点，让泡打粉更均匀的分布。面团到最后应该是这样，有一定的粘性和柔软程度，表面不应该有太多的裂痕。然后称一下面团，把它平分成5份，再一个个搓圆，盖起来放一旁。我这次用了蛋挞膜，因为怕我们的生酮流沙包烤好了会变软塌下来，不用的话也没关系哦，但一定要垫烘焙纸。面团放一旁，流沙馅也拿出来备用。拿出一个面团压扁，隔着保鲜膜擀平，放一个流沙馅，隔着保鲜膜慢慢包起来，然后拧紧，然后把流沙包大概整成规整的圆形，打开保鲜膜，再放入模里或是烘焙纸上。烤箱放1大碗水，预热175度，半烤半蒸10分钟。
我们的生酮流沙包就做好啦。奶香浓郁的馅料搭上微带麦香的外皮，好满足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，也非常欢迎和感谢大家留言告诉我想看的生酮食谱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